10年前，我的父亲开始关注环境议题，意识到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，发现现代气候出现了异常，像是气候变迁、空气污染、全球暖化等。于是他决定带领我们全家从都市搬到乡村，找一片土地开始生活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，透过实际行动，以极低的碳排放来改善气候异常的问题。我们用传统的灶代替瓦斯炉，用土窑代替烤箱，用自然的风代替空调，用清澈的水代替卫生纸。我们自己种稻，种花生，甚至从山上取盐，努力实现柴米油盐的自给自足。我们还安装了太阳能板来供应能源，实现能源自给自足，并使用自然建筑来友善对待这片土地。数年来，我们也种下了数百株的树木，这些树木也陪着我长大，它们能抵消我们与其他人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。10年前，我的父亲设下负碳排生活的目标，现在离实现目标已经不远了。正如一位15岁的环保气候行动家格丽塔·桑伯格，他从8岁意识到气候危机，便开始在家中掀起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他甚至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了演讲，内容中提到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观点，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，因此我想在这个影片中跟大家分享。2078这年，我将庆祝我的75岁生日。如果我有孩子，也许他们会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，也许他会问起我关于你们的事，也许他们会问，为什么你们在还有时间行动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做？你们说你们爱孩子胜过一切，但你却在孩子们的眼前抠走了他们的未来。如果我们不把危机当作危机来对待，那我们将无法解决它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做出行动，那我怎么办？这颗地球怎么办？我的孩子又怎么办？要能生存，我们必须拥有什么？不就是阳光、空气、水和食物吗？可是我们把一切都搞糟了。阳光变得炽热，全球暖化；空气因空污从蓝色变成灰色，甚至还有许多的悬浮微粒。水中甚至有小到我们都看不见的塑胶微粒，海洋中甚至有垃圾岛。食物被喷了农药，灌了肥料。我们一切都搞糟了，没了蓝天白云，没了美丽的好山好水，没了笑脸的太阳公公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尽管我们的小小行动无法立即改变环境，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改变环境的关键人物。每个人伸出手来，为环境付出一些努力，小小的善举也会变成大大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必须携手找回阳光的本来面目，空气的本来面目，水的本来面目，食物的本来面目，以及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希望您认同负碳排生活，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充满热爱。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守护环境，推动简朴负碳排生活。